嗨，大家好，欢迎来到使人驾到的你不知道的三国系列，我是主持人叉叉 Y， 我是金老师。好的，我们这一集的内容是来聊有关于《三国》这个电视剧的第7集。这一集的内容其实是延续第6集的内容啦。各路诸侯闹内讧之后呢，各个分道扬镳啦。那孙坚这个故事线的发展呢，就是他要返回江东。那在返回江东的路上呢，就遇到了荆州的刺史刘表。刘表就在路上跟孙坚直接说：“袁绍要我在这边哦，来埋伏你啊！你看你要怎么样啊？”孙坚当然就是经过了一番斡旋讲和之后呢，好像要开始顺利的返回江东老家的路上呢，就被刘表埋伏了，最后也不幸身亡了。那这个算是在不管是小说还是各个电视剧的版本当中呢，对于孙氏政权啊、孙家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啊。这一集呢，我们就来聊聊有关于孙坚这个人跟刘表这个人到底中间有什么样的牛肉，我们就请金老师帮我们来好好解释解释啦。孙坚他早年曾经被汉朝政府任命为长沙太守，为什么？是因为当时长沙附近出现一个自称为将军的叛贼，所以呢，他们就任命孙坚去讨伐他。那也是在讨伐完这个叛贼没多久呢，就爆发了董卓之乱。所以孙坚当时就从长沙北上，想要去征讨董卓。那路上就遇到了一个人，就是当时的荆州刺史，叫做王睿。那历史上面是说啦，孙坚觉得说王睿你这个人超级没礼貌，所以后来他就暗算了这个荆州刺史，把人家给砍了。当时的状况是这样子，其实王睿曾经跟孙坚要一起合作镇压荆州内部的一些叛贼，结果两人见面呢，王睿就大概觉得说，你这个孙坚就只是个武夫而已嘛，所以说话态度就非常非常的怠慢。然后孙坚其实是个火炮脾气，我们之前有讲过嘛，孙坚只是看到董卓迟到就说弄死他。孙坚这个人脾气不是很好，但后来孙坚我们刚刚讲过说他路过王睿的地盘嘛，那他一开始就表示说我也是要去打董卓啊，你可不可以提供给我一点粮食啊？ OK， 然后王睿就讲说好啊，赶快给你一批粮食，你就赶快走吧。因为王睿其实也是想要去讨伐董卓的，谁知道王睿当时就接待了孙坚，然后打开粮食库没多久，孙坚就突然把王睿给活逮了，然后就跟他讲说，你知道你过错在哪边？然后王睿就说，我到底有什么过错？对啊，到底怎么了？然后孙坚表示，你的过错就是你不知道你的过错是什么，然后就把王睿给杀了。等一下，大家想象哦，老师有一天在上课的时候把你叫起来说，你有错，老师我错在哪里？你的错就是你不知道你自己错在哪。对啊，其实是个很莫名其妙的事情。这是什么情况？简单的讲，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所以呢，在孙坚这个火爆脾气的情况下，荆州刺史就这么完蛋了。OK， 好，总之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之前讲到的董卓讨伐战，这边我们先按下不表。对于汉朝政府来讲，现在就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荆州刺史突然没了，没了怎么办？就派一个人过去啊？对，要派一个新的嘛。所以他们当时物色到一个新的荆州刺史的人选，就叫做刘表。你从名字也知道，刘表姓刘，所以他其实是所谓汉朝刘氏宗亲会之一。那虽然乍听之下就是这个人地位好像尊爵不凡啊，他是皇族嘛，对不对？是啊。但其实他当时手底下没有兵嘛，然后汉朝政府也只是很不负责任说，你要去那边上任哦。然后刘表就是自己一个人孤身去到前面长官才被底下人挂掉的荆州。但是刘表这个人的确是有他的才能的。刘表到了荆州之后，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听一下荆州当地最有能力的家族有哪几个，我赶快跟他们结交，因为这些人一定有一些办法。那其中就有一个叫蒯氏的家族，当时有两兄弟，一个叫蒯良，一个叫蒯越。刘表跟这蒯氏兄弟结交之后呢，蒯氏兄弟就提出了一些治理荆州的方式，像哥哥就说你要用仁义去对待人才，蒯越就说你要用计谋去对待那些反叛你的人。然后刘表还说，我得到这两兄弟很棒，为什么？因为如果你要制造太平盛世，就用哥哥的，就是你好好提拔人才嘛。是。但现在是个乱世，所以我们就要用弟弟的话。总之，双管齐下，效果好。那靠着蒯越的计谋，当时刘表曾经做一件事情，就是说，那个我是新官上任啊，大家一起过来认识一下吧。那有一些本来就是地方上的刺头嘛，就想说，好吧，你都这样讲了，那就过去他们。是。结果才过去没多久，刘表就把这些刺头全部抓起来，一口气砍了，就砍了55个人。哇哦，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怀岳讲说，乱世用重点，你在乱世当中不用讲什么仁义道德，就用计谋解决了这些刺头之后呢，刘表就开始向各地发布一些文书说，看到没有，我新官上任了，前面那些人都已经不见了，你们又要怎么样？听我的，听我的。对，各地人甚至有一些就是哇塞，这个人这么猛，选的直接就绕跑，就是我宁愿离开荆州，我也不想要跟你为敌。所以在刘表的悉心统治之下，荆州这个地方总算恢复了秩序。那讲到这边，不知道观众朋友会不会觉得奇怪说，到底跟孙坚有什么关系呢？对啊。好，在董卓讨伐战结束之后，刚刚XXY有讲嘛，各地诸侯就翻脸了嘛，对不对？那其实当时就有2个军事将领，也真的就是翻脸撕破脸的哈。这2个军事将领是谁呢？袁绍跟袁术。他们不是兄弟吗？是的，他们是兄弟，没有错。但正因为是兄弟，这2个人都想争夺袁家这个名门望族的话事权。OK， 乍听之下，袁绍是哥哥，那袁绍就会觉得说啊，我是长兄嘛，对不对？那应该听我的话。可是袁术就不乐意了，袁术就觉得说，等一下，你妈是婢女地位超级卑贱的，哪能跟我妈比？所以呢，当年也真的是这样子，就是说，在古代嫡长子接班。是啊，什么叫嫡长子？就是第一个最大的那个儿子啊。XXY这样讲就只对了一半。注意你刚刚讲的是最大的儿子，那叫做长子。可是注意，我们刚刚讲的是嫡长子，什么意思？嫡是指大老婆所生下的小孩，就叫做嫡子。对啊，正室啊。对，正室所生的大儿子才叫做嫡长子，他才有权接班。可是注意正室所生的大儿子，他不一定是年纪最大的儿子啊。所以他先娶小老婆吗？有可能啊，先取妾啊，或者什么的这样子。对啊，或者说我今天就是突然很想要跟人家连结一下。私生子吗？也是有可能的所以刚刚袁术才会破口大骂说，你妈只是个婢女而已，怎么能够跟我争呢？等一下，所以你刚刚的意思就是说，这2个人的妈妈是不一样的人吗？是的，没有错，他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弟。OK， 好了，总之为了争夺这个袁家的话事权嘛，2兄弟就闹翻了。闹翻之后怎么样？为了想要解决对方，就开始互相的组成联盟。那袁绍当时拉拢的对象就是刘表，袁术则是跟孙坚比较要好。之前在讲董卓讨伐战有讲过吗？2个人曾经互相配合过，虽然中间有一些过节，但也很快的解决掉了。总之呢，袁术就觉得说，那我现在要想办法削弱袁绍联盟的实力。来，孙坚，你去弄那个刘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到最后孙坚竟然会跟刘表爆发了冲突。双方最后冲突状况是怎么样呢？答案是前半段孙坚不愧是一名猛将，他其实打赢了大部分的战役，结果没想到就已经把刘表甚至都逼到襄阳城内，就是荆州大本营的时候，他突然就挂了。那历史上有特别讲说孙坚是怎么挂的吗？那史料上有几个说法。第一种说法来自于典略，当时孙坚就是一直不断追击刘表跟他的部下，谁知道路过一个树林的时候，突然被刘表的手下埋伏，就被射死了。这是第一种说法。那第2个说法是来自于英雄记。英雄记其实大同小异，也是孙坚一路获胜去追击刘表跟他的部下，结果被刘表的部下埋伏，然后用石头砸死了。OK。所以简单来讲，说法1中箭而死，说法2是中石头而死。不管怎么样的结果，那孙坚死后呢，其实孙坚的部下还有他的一些族人就暂时投靠了袁术。道理也很简单事情是你搞出来的嘛。那现在掌门人死了，难道你不帮忙负责照顾一下吗？这个大概就是孙坚的人生结局。好，听完金老师的讲解之后呢，我发现好像跟小说啦，还有跟电视剧好像出入都蛮大的。没有错，帮大家稍微整理一下史实上面是袁术跟袁绍闹不和，所以袁绍就拉拢了刘表，袁术就拉拢了孙坚。那袁术就叫孙坚去贬刘表，结果孙坚就战死了。对，这个是史实上面的说法。那在小说里面的版本呢，我记得是袁术跟刘表他们自己本身就闹不和，所以袁术呢就怂恿孙坚去贬刘表。对，而且他用的理由是说，孙坚你以前有遇到一些阴谋诡计嘛，是刘表搞的，然后现在呢讨董结束之后，刘表还要偷袭你的地盘江东，你有没有觉得很火大？孙坚就说对，真的很火大，他就去打刘表，结果就中箭
或者是说中石头而死。所以意思就是说，小说是袁术去说死孙坚的嘛？对。那在电视剧里面呢，我记得是袁绍跟袁术这两个人根本就哥俩好啊。后来是袁绍叫刘表去埋伏孙坚，然后孙坚就在这个埋伏中计之际呢就过世了。对，所以电视剧、小说、史实都出入很大。那不管怎么样啦，我自己看下来，我会觉得电视剧好像融合了史实的一部分跟小说的一部分，这个我觉得是蛮巧妙的啦。其实我反而很不喜欢他这样子描述。怎么说？因为历史当中袁术跟袁绍两个人是闹不和的，我可以理解电视剧他如果真的按照史实来演的话，事情会变得超级复杂。是啊，对，但是毕竟我是读历史资料的嘛，然后我看到明明历史上两个人后来势如水火，却在电视剧当中好像就是你看我们是兄弟嘛，对不对？我们都要传国玉玺。对啊，兄弟齐心嘛，对不对？我就会觉得说，跟我所知道的冲突实在是太大了，所以我其实对于这个改编就会觉得，好，它只是电视剧，我赶快把它给看完，就可以看下一集了，这个样子。那为什么我会说电视剧很巧妙？我觉得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一般观众他们可能对史实比较不太熟悉啦，所以一下要讲袁绍，一下要讲袁术这两个人兄弟到底出了哪些嫌隙啦？我自己是觉得可能会太过复杂啦，所以还不如把袁家这方面的故事呢简单化，让袁绍跟袁术好像站同一阵线，那把焦点聚焦在刘表跟孙坚他们两个人明争暗斗嘛。那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故事蛮大一部分也在铺陈孙家内部的一些变化，毕竟孙坚很早就已经过世了，所以后来都是孙策跟孙权这两兄弟在当家嘛。那我觉得电视剧一方面也呈现了孙策他这个人就是以武力取胜嘛，孙权这个人呢从小就展现了他智谋的那一面，所以我觉得电视剧这样的铺陈，某方面也让观众认识到孙家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家族。那其实你这样讲的话，我会想到小说其实也对历史做了很多的改变。是，对，因为小说当中是描述说袁术向刘表要一些粮食，刘表不肯给，于是袁术就怂恿孙坚去攻打刘表。我觉得这其实是罗贯中他想呈现说，你看袁术就是这么一个贪婪的家伙，而且他不止贪婪，他很坏，导致了孙坚的死亡。所以后来你看，就是这么贪婪又坏的家伙才会去夺取孙家的玉玺，然后之后呢又很自大的自立为帝，最后呢才会沦落到被众人围殴的下场，简直是戏后啊，大概是这个样子的安排。那我觉得在小说的故事当中是完全可以成立的，而且他很早就给一些人物的描写跟伏笔，就会觉得说特别的可信。袁术他到最后是说什么我想喝蜂蜜啊，有没有人可以给我点蜂蜜？然后底下的厨师来讲说根本没有蜜水有血水啊，你爱喝不喝啦。然后袁术就就生气就死掉。当时很多人就觉得说大快人心啊，因为你前面已经有这些铺垫了嘛。那刚刚XXY所讲的，我就觉得说好啦，虽然说以历史系的眼光就是这人真是编的离谱啊，你无法接受吗？对，但是以讲故事来说的话，我比较开始能够接受了。尤其是他前面开始让后面的主角，也就是孙权登场。他如果真的等到像《三国演义》一样，几乎是等到中间孙权才登场的话，那其实观众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突兀，就是怎么这个人就突然冒出来了，莫名其妙。他如果前面就可以表现出来说，你看果然孙权他小时候就很聪明啊，所以他未来才可以那么年轻，中间虽然才登场，就可以跟老奸巨猾的曹操跟经验超级丰富的刘备互相周旋，原来是有道理的。那我就觉得说好，那我就了解编剧也是有他的用心的。好啊，这比较可以接受的啦。好啦，以上呢这个就是我们第7集的内容啦。我们聊了有关于孙坚跟刘表之间的纷争。那不知道大家在听完这个故事之后有什么样的想法，欢迎在留言区留言，我们来跟你做互动跟讨论哦。那如果喜欢我们这个频道和这个节目的内容的话，也别忘了按赞、追踪、分享、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我们任何的更新哦。你不知道的三国，我们下次再见，大家拜拜，拜拜。